项目经理说，为了感恩老员工，带同事们去高档会所搞团建。正当同事们沉浸在会所的灯红酒绿里，在莺莺燕燕中纸醉金迷的时候，警察一下子冲进来，把我们全部带走。原来这一切是项目经理精心设计的自爆式裁员陷阱。所有参与的老员工都被以违法违纪的理由辞退，没有支付任何经济赔偿。我被害得家破人亡，爬上楼顶一跃而下。再睁眼回到了黑心项目经理提出搞团建那天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为了庆祝公司15周年庆，我今晚请兄弟们一起去火树银花搞个团建，放松一下。项目经理张强靠在办公室里大沙发上，边说着话，边用2只手拍着他那鼓鼓的大肚皮，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，一副大家应该都懂的神情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张强一向小气，平时抽烟都要蹭兄弟们的。我们几个老员工坐在旁边都半天了，他办公桌上的烟也没说发一根。说完话，他扫视着大家，我不抽烟，拿手顶了顶旁边的刘超。刘超是销售口的，人比较义，心领神会，赶紧掏出烟给抽烟的几个人发了一圈，就说道：火树银花可不便宜啊，张总今天要大出血了。旁边就有同事附和道：是啊，听说火树银花这会所什么服务都有，消费可不低呀。真的假的？张总该不会是 AA 吧？显然大家都比较了解张强的为人。张强点燃烟，吸了一口，又拍了拍自己的大肚子。在座的都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了，为了感谢大家的付出，团建活动的费用公司可以全额报销，大家尽管放心吧。几个同事互相看了看，发现被叫到办公室的几个人果然全是10年以上的老员工。不过这事大家要保密，不然新同事知道了，怕是会心里不平衡。张强又煞有介事地叮嘱道，顿时气氛就热烈了起来。还有这种好事，大家一个个看上去心里美滋滋的。上一世就是这样的情形。当时我虽然对这火树银花并不是很感兴趣，但考虑到是团建活动，也没有拒绝。同事们一个个都笑开了花，惊喜不已。没想到没过多久就变成了惊吓。我酒量浅，那天喝了一点酒，就晕乎乎的躺在边上休息。正当兄弟们沉浸在会所的灯红酒绿里，在莺莺燕燕中纸醉金迷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包房的门被撞开，几个警察一下子冲进来，要把我们全部带走。我看见警察进来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人一下子就清醒了，赶紧起身想解释一下。警察看我起身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大声喝道：蹲下，双手抱头，蹲下，有什么话去派出所里再说。虽然我什么也没做，但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集体被抓以后，全部拘留10天，罚款5000。等我们从派出所出来回到公司后，才发现已经被公司以违法违纪的理由全部辞退了。为公司卖命10年，结果不仅没有得到1分钱的辞退补偿，反而还以违反员工守则的名义被罚款，扣除了5000块钱的工资。老婆以为我真的在外面瞎搞，大闹一场后和我离了婚，带着小孩和所有存款回了娘家。老父亲知道后气得高血压发作，没抢救过来也离开了人世。而我因为年纪也大了，加上有了违法的前科，找工作也变得非常困难，一下子没有了收入，公积金也断了，交不起高额的房贷，被银行收了房。而黑心的项目经理张强没过2个月居然被返聘回了公司，甚至还升任了副总。事后他大言不惭地说，前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今有我张强自爆式裁员，吹嘘自己高明的计谋，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，以自身为饵，引老员工入局，实现无成本裁员。真的贱啊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设计的裁员陷阱。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好不容易找了个机会要与他同归于尽。趁他下班的时候，我拿刀冲过去想捅死他，结果经验不足，只是刺破了他那肥肥的大肚子，最终他被抢救回了一条狗命。张强之后有了防范，而我则成了通缉犯，再难找到机会下手。短短几个月，我就被他害得家破人亡。我爬上楼顶，带着满腔的愤懑和不甘，一跃而下。没想到跳楼后我居然重生了，上天竟然给了我一个重来的机会。这一世我要让这个狗日的张强付出代价，当然了，黑心领导也要跟他一起陪葬。我看着眼前熟悉的画面，看着与上一世一样在那边美滋滋的同事们，心中冷笑。重生后我绝不可能再重蹈覆辙。听到他又这么说，想起了上一世的愤懑。傻杯张强，你特么是想以身入局，带我们去嫖，然后无成本裁员是吧？我实在忍不住了，顺手抄起沙发旁边的垃圾桶，朝他头上扔了过去。张强条件反射的用胳膊挡了一下，不过垃圾桶里的烟头烟灰还有打湿的纸巾还是溅了他一身。他站起身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，吼叫道：王小川，你发什么疯？我的这个举动把大伙也搞懵了，他们先是愣了几秒，然后惊讶地看着我，眼神像看一个疯子一样。我发疯？我特么要你死！我冲到他办公桌前，抄起他桌上的大玻璃烟灰缸就朝他砸去。
张强吓呆了，站那里一动不动。可是我却突然被人从后面抱住了，烟灰缸没能砸中张强，把他身后的文件柜玻璃门砸了个稀巴烂。王小川，你别做傻事！几个人跑过来把我按住，有人报了警，然后我就会被抓走拘留，开除出公司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先忍一忍，我要先避开这个局，再从长计议。就在大家兴高采烈地讨论火树银花有什么项目的时候，我强忍着心里的愤怒，大口哈着气，让越来越紧张的自己舒缓下来，定了一会神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今晚要给孩子辅导作业，就不去了，你们去玩得开心点。说完，我也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废话，就起身准备走出张强的办公室。我的这个举动犹如一盆冷水泼到大家身上，他们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就在我快要走到门口，伸手拉门的时候，张强开口了。等一下。我回过头，疑惑地看着他，等着他的下文。王小川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团建活动，是你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的吗？今晚确实有事，就当我请个假，可以吧？我内心很厌恶，但是语气还是尽量平淡。不行，今天这个团建活动是公司特批给咱们老员工的，你不要扫大家的兴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张强的态度很坚决，同事们也很诧异。他们虽然知道我不喜欢这类应酬活动，但我一般还算合群，不是那种特立独行的人。听张强这样说，大家就纷纷附和。小川，一起去热闹一下，难得公司犒劳我们这帮老员工。是啊，你不喜欢喝酒就少喝一点嘛，我们又不怪你。我心中叹气，你们这些人马上就要被人卖了，还在帮人数钱。事出反常必为妖，也不想想这张强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点甜头就让你们上当。刘超平时和我走得很近，关系不错，他走过来把我拉回沙发。先坐下，好好说嘛。孩子的作业每天都有，这不是有嫂子在家看着吗？上一世我没有拒绝，就是因为知道会是这样的局面，影响大家的情绪不说，还改变不了什么结果。我只好又坐回沙发上，急切地思考着怎么改变现在这个局面。这就对了嘛，齐齐整整的多好好兄弟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嘛。有个同事说道。就听着怪怪的。我扫了一眼项目经理张强，他脸上则带着满意的笑容。我表面上听着他们议论活动 CPU 拉满，想着对策。回想着上一世的经过，这个时候应该是总经理助理许萍萍进来送会所的会员卡了。当时没觉得奇怪，现在想来就觉得不对劲。为什么是总经理助理为我们订饭店和会所的包房？这一切肯定是有预谋的，妈的太阴险了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果然是许萍萍推门走了进来，一身浅灰色的职业超短裙套装，把她的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。她先对着张强妩媚的一笑，把头发往耳后拢了一下，又扭了扭腰，尽显媚态。然后他走到张强的办公桌边，递给他一张资料和一张卡，说道：张经理，餐厅和包房都订好了，这是相关的信息和会员卡，你看一下。张强接过资料和卡，不经意地摸了一下许萍萍的手，猥琐地笑了笑，说道：麻烦许助理了，谢谢。送完东西，许萍萍就离开了。上一世我没注意到这一幕，看两人这勾搭的样子，肯定有事。张强看了看表，差不多下班了，我们先去饭店吧。刘超，你们把这箱酒提上。说着，他指了指办公桌边上的一箱飞天茅台。大伙一看，又是哇的一阵感叹，然后就是一轮商业吹捧。因为我很少喝酒，上一世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现在看来，为了引兄弟们入局，这黑心领导还真是挺能下血本的。吃饭的时候点了不少好菜，刘超分好酒，每人面前都用高脚杯倒了一大杯。还没开始吃菜，张强拿筷子敲了敲桌沿，一只手扶着大肚子站了起来，一手端着装满白酒的高脚杯，说道：兄弟们，我跟总经理讲，我们这些老员工为公司辛苦奋斗了10几年，一定要搞个团建，好好犒劳一下。机会非常难得，菜是好菜，酒是好酒，会所还有好妞，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。咱们先一起走一个，然后就带头一大口闷了。不得不说，他说这种套话还是挺有感染力的。我看了看手机时间，所有的情况和时间都跟上一世一模一样。我酒量小，上一世就是为了合群，随波逐流，喝了点酒，结果酿成大祸。这回我不可能再喝酒。在来饭店的路上，我找了个机会跟刘超透了底，让他千万注意别喝多，告诉他今天的这一切都是项目经理张强布的局。刘超这个人随和，比较讲义气，和我关系一直不错，我肯定要保住他。而且他比较聪明，只有一起配合，我的计划才能成功。在张强的一顿夸张演说感染之下，几个同事纷纷举杯干了，只有我没有喝。我拿起茶杯，站起来赔了个不是，然后说：对不起各位，我刚吃过感冒药，实在不能喝酒，只能是以茶代酒，我也干了。说完，我就抬杯一饮而尽。张强的脸色阴沉了下来，拿眼扫了一圈。他旁边的朱丽飞是个擅长溜须拍马的人，
只听他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王小川，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喜欢装啊？”见大家没有人接话，他又提高了声调，说道：“张总好不容易为兄弟们争取的福利，你不但在公司里扫兴，出来了也不给张总面子，这恐怕不太好吧？这个蠢货能在公司做到今天，全靠拍，这都要被张强卖了，还在拍马屁，等会让你们一起坑。因那句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吗？我不想把场面搞得太僵，忍着性子说着场面话。只有感情有，喝什么都是酒嘛，确实是吃了感冒药，刘超知道的，是不是？”刘超赶忙接话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小川确实是吃了感冒药，我看到的。算了，不管他喝什么了，这么好的酒，他不喝，我们多喝一点嘛。”眼见如此，大家都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聊着荤段子，吃着菜，敬着酒，喝了个七七八八。只见张强看了看表，站起身拍了拍肚子，说道：“兄弟们，吃饱了吧？留点量，咱们去会所让美女们陪着，接着喝。”众人眼里就冒着光，拥着他一起去了会所。在饭店的时候本就喝了不少，进了包房，桌子上又摆满了洋酒、啤酒，还有各种饮料。我跟刘超讲好，我们今天要拉其他人一起，务必把张强和朱丽飞灌醉，让他们自食其果。项目经理张强贴心地为每人点了一名美女作陪，这些陪酒女年纪看上去也不小了，一个个都浓妆艳抹的。其中一个来到我身边，我连忙塞给她几百块钱，对她说：“看到那个大肚子的没有？他是我们的领导，只要你们把他陪好，回头小费大大的有。还有旁边那个秃头，他们两个是贵宾，叫你的姐妹们一起上。”陪酒女久经沙场，会意地点点头，给了我一个感激的眼神，端着酒就冲过去，坐到了张强的腿上。上一世我倒没有太在意，这回有幸观察，不得不说大会所就是不一样，真的专业，他们使出浑身解数陪他们唱歌喝酒。慢慢的，在我们的引导下，几个陪酒女全跑到了张强和朱丽飞身边，他们左右一边各搂一个，腿上还坐一个。很快这两人就被灌得迷迷糊糊了，他们嘴里喝着美女们口对口味的酒，两只手根本就停不下来，裤子都给他们半扯下来，还是年纪大的有经验，一直有意无意的在两人关键部位搓摸着。而我们其他几个人就在旁边玩头子，拿饮料当酒喝着，边看他们的表演。我还找着机会拿手机把这好戏全录了下来。看了看时间，上一世这时候警察差不多要来了。我大声说着要去上厕所，兄弟们都附和着说要跟着去，于是只留他们两个和几个陪酒女在包房里。不出意外，没过多久，警察果然来了。啪的一声，就看到几名警察冲进了我们刚才的包房，我们几个人赶紧走过去，和会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外面往里看。只见有个警察拿着相机冲过去，朝张强和朱丽飞来了几个多角度特写，咔咔咔的声音配合着闪光灯。张强愣了10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他裤子掉到地上，光着屁股大声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拍错对象了，你们还要拍其他几个老员工啊？”警察根本就不搭理他，拍完照后还拿出个镊子，夹着地上用过的安全套，装进一个小袋子，封好口，里面也不知道是张强的还是朱丽飞的累累战果。张强看了下周围，这才发现除了陪酒女，只剩他和朱丽飞在包房里，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。朱丽飞秃秃的脑门上油光水亮，冒了一脑门的汗，他摇摇晃晃地站着，硬撑着提起了裤子。警察取完了证，各踢了他们一脚，喝道：“都把裤子穿好，然后蹲下。”可惜张强那大肚子鼓鼓的，像一颗巨大的肉丸，蹲都蹲不下来，只好坐在地上，无比狼狈。这时又来了一队警察，一间一间开始查房。我们趁乱跟着其他客人一起离开了会所。众人这时才开始感叹，原本他们还是将信将疑的，现在水落石出，他们纷纷问候着张强的祖宗18代。我让他们先不要在公司声张，统一口径，装作不知道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公司以违法违纪的理由将张强和朱丽飞辞退了。与上一世不同的是，上一世我们这些老员工全军覆没，而这一次被辞退的只有他们2人，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不过在2个多月后，张强还是像上一世一样被返聘回了公司，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回来以后没有升任副总。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张强恨透了我们这帮老员工，回来后就处处针对我们，尤其是我。他这种人是不会反思自己的无良行径，只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他想通过各种打压让我们辞职。这天张强又把我们几个老员工留下来加班，把 PPT 翻来覆去的改，不改到他满意不许下班。哎，小川，这活没法干了呀！张强这是根本不准备装了，直接撕破脸了。刘超唉声叹气地说：“是啊，加班就算了，还不给加班费了，个人有事加不了班还要倒扣钱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而且项目奖励全部取消了，罚款直接上调了好几倍，听说下个月还要搞绩效末位淘汰制，这是明摆着逼我们走吗？”另外2个老员工也附和道。
本来公司有一套合理奖罚制度，虽然现在项目效益不如以前了，但是我们这些老员工为公司流血流汗，付出了最有价值的10几年，只要能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，我们并不是不能谈。可这个张强就只想通过这种卑劣的手段让我们辞职。要不我们去找总经理谈谈，要么调岗，要么就补偿。我站起来说道。小川啊，还是别去了，总经理那边应该早就知道了吧，说不定就是他指使的呢。是啊，上次会所那边的包房还是总助许萍萍定的呢，看来大家都已经明白了。眼看晚上11点多了，我说道，肚子饿了，我去泡个面吃，你们还有谁要吃？刚离开办公桌往门口走去，就见到张强挺着个大肚子推门进来了。没人理他，他也不在意，直接对着我说，王小川，正找你呢，你这个月绩效倒数第一，能力不达标，我们不养闲人，下个月你还是这样，就到人事去办离职手续。这句话一出，大家都停下手中的工作看了过来。刚才还在议论说有搞绩效末位淘汰制的风声，还没正式宣布就开始执行了。有的人默不作声，脸上带着兔死狐悲之感，有的人则脸上带着愤怒之色。我盯着张强冷笑道，这样搞不合适吧？咱们公司没有这个先例，即使要搞也要事先通知吧。什么叫先例？规定已经制定好了，而且总经理已经审批过了，就得执行。你绩效倒数第一还有理了？还不允许管理了？让你在这里继续摸鱼，就是对公司最大的伤害。张强看我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火气挺大，还拿总经理来压人。他这就是故意针对我，绩效高低还不是他说了算。看来他已经知道上次的自曝式裁员计划是我破坏的了。看我不说话，张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阴毒的笑意。刘超这时站了出来，大声地道，张经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说淘汰就淘汰，这也太狠了吧。老刘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？要是不处罚，大家都这样摸鱼，工作还怎么开展？咱们项目出不了成绩，总经理骂的是我呀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把销售做好吧。今天全部加班到12点，不到时间谁都不准下班。张强板着脸说完，拍了拍那大肥肚皮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事已至此，不能再等了，该出手了。之前在会所录的小视频还没发出去，就是等着他被返聘回来后，在关键的时候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如果视频发得太早，导致公司不返聘他回来的话，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了。这天刚上班一会儿，王小川，你看看你这份 PPT 做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个副标题字号这么大，丑不丑？张强拿着一份资料摔在我办公桌上，又开始了他的例行打压模式，显然是在等我顶撞，好给我点处分。哪怕我知道他的伎俩，心态再好也压不住升起的火气，真想对着他的肥肚子来上一套军体拳，肯定比打沙包更有手感吧。我决定不忍了，忍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掌握更多他的黑料，现在差不多了。我笑着说道，小了太小了。张强有点冒火，我说大了，你还说小了？什么小了？说着，我点开公司群里刚刚转发的一个链接，打开一个视频文件，细写的说道，你看看，这不是你刚发的视频吗？视频画面就是那天在会所里，张强和朱丽飞在包房里醉生梦死不堪入目的画面。张强一看大惊失色，这是谁发的？赶紧撤回，说着拿出手机一看，居然真的是自己账号发的，赶紧点了撤回。可是为时已晚，办公室日常吃瓜的同事们早就点开链接了，他们一边看着一边还啧啧称奇。很快这个视频就传遍了全公司。张强气得咬牙切齿，王小川，你给我等着！也顾不得继续打压我了，转身走了。他能做经理也不是傻子，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。张强先是赶紧联络相关人员，删除各群里转发的链接，不过这相当于扬汤止沸，根本没起什么作用。很快贴吧和微博上全部流传开了。这年头网络那叫一个快速，不过可能为了合规过审，脸部和那隐约不可见的部位都打了码。不过认识张强的人都知道，他那肉丸一样的大肚子，像他这么圆的还真不多。接着张强报了警，警察来了之后忍住笑看完了视频，他们真的很专业，如果不是真的好笑，他们是绝对不会笑的。然后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员工都例行进行了问询，查了一通，视频的源头居然是张强自己的电脑。张强说他肯定不会发自己的视频，而且这肯定是有人早就偷偷拍好的，然后溜进他办公室里操作的。说着就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恨意。我嘴角微翘，不动声色。办公区过道是有监控的。警察仰头四处看了看，指着张强经理办公室门口的一个监控说道，那就调录像看一看吧。张强听警察这样说，也看了一眼那个监控，说道，这个监控坏了，早就坏掉了。这个监控以前确实是坏了，张强当时还不让网络管理员维修，说坏一个不打紧，就这样吧。不过
张强不在的那2个月里，我提醒网络管理员把监控修好了，就见网络管理员站出来说道：“这个监控以前坏了一段时间，不过前段时间已经修好了，可以调录像。”张强一听愣了一下，突然就急了，连忙说：“不能调录像，不能调录像。”警察和周围的人都有些蒙圈了，都奇怪地看着张强：“这警是你报的，调监控录像不是为了帮你查案吗？”我附和道：“为什么不能调录像？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”有几个人都投来微笑，显然我说了他们想说的话。他们在办公室找了一台电脑，很快监控录像就调了出来。除了看到正常上班进出之外，有好几天在同事们都下班以后，张强留了下来。然后没过多久，就看到总经理助理许萍萍摸了进去。约莫10几分钟后，2人一起出来。有时2人还整理着衣服，还有一回张强还拍着许萍萍的屁股。爆炸新闻啊！同事们议论纷纷。小归小，但是他技术肯定很有一手。畜生啊，一颗白菜让猪给拱了。许萍萍那骚货图什么啊？图他肚子圆吗？张强急得面红耳赤，说不出话来，急火攻心，居然晕了过去。正当众人表示虽然看不懂，但大受震撼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撞开，只见一个长得5大3粗、浓眉小眼的女人冲了进来。她扒开众人，冲过去就骑在张强的大肚子上，朝着他的那张大肥脸左右开弓就扇了起来。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七手八脚上去拉人的时候，张强的肥脸已经肿得像猪头一样了。好不容易拉开，这个女人一看旁边还有警察，抱着警察的腿就嚎了起来。这天杀的，上次嫖娼还说是被冤枉的，要不是我今天看了视频，还真信了他。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，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这女人一边嚎，一边把鼻涕眼泪全擦在警察的裤子上。警察忍住恶心，好不容易才问出来，原来这是张强的老婆。有话好好说，你先在旁边坐一下，等救护车过来，回头再说。张强的老婆刚准备坐下来，突然他看到电脑里监控定格的画面，张强的手正按在许萍萍的屁股上。他呆了呆，尖叫了一声：“啊，这又是哪个狐狸精？我说这天杀的怎么最近总是加班？原来是在和狐狸精幽会啊！这天杀的没良心啊，真是该死啊！”说着，他又冲到张强边上，伸手就要扇巴掌。这回他被警察拉住了，再打几巴掌，别真给张强打死了。他的手打不着，顺势伸腿就朝着张强的肥腰踢了2脚，踢得他的肚子一颤一颤的，看得众人都替他肉疼，直呲牙吸着冷气。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，众人看去，只见总经理和他的助理许萍萍带着几个保安一起走了过来。总经理看到这大型吃瓜场面，不禁皱起眉头，向许萍萍递了个眼色。许萍萍扭着水蛇腰，几步走到前面，耀武扬威的大声喝道：“你们上班都没事做吗？都让开！”大家刚走开，就见到一个黑影闪到许萍萍面前，扬起大手，呼的一巴掌扇到她那精致的小脸上，连金边眼镜都给扇飞了。许萍萍懵逼了，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头发又被抓住了。“我打死你个狐狸精！敢勾引我老公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”边骂边打。许萍萍哪是这泼妇的对手啊？好不容易把张强的老婆扯开，只见许萍萍披头散发，衣服凌乱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是想笑又不敢笑，看了看周围，大家也是一副憋笑的样子，只恨手里没有瓜子。总经理问了半天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，越听脸色越黑，黑得跟张飞一样，黑中还泛点绿。别人不一定知道，但我可知道，许萍萍不仅是总经理的助理，还是他的情人。这还得了，张强偷了他的情人，张强的老婆又打了他的情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他大手一挥，把这2个人拖出去，送到派出所去。几个保安就上去架人，又是一顿鸡飞狗跳。许萍萍和几个相关人员也都跟去派出所做笔录。同事们直呼过瘾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痛快的瓜。张强和老婆离了婚，他被踢出了家门。由于嫖娼和偷情证据确凿，他1分钱的财产都没有拿到，他和许萍萍都被开除了。这对奸夫淫妇破罐子破摔，他们掌握了总经理不少的黑料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敲诈勒索总经理。总经理最后被逼无奈，只好报警。张强和许萍萍就双双进了局子。事件曝光后，总经理因此也被停职调查，自曝式裁员，最终惨淡收场。上面调来了新的总经理。在谈话中，我也因为老同事们的推举，成了新的项目经理。这一世没有了大言不惭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肥张强自曝式裁员。这一世没有了所谓的以身入局，胜天半子，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中单低调路过。